在古代，日月食的出现常常伴随着天地变色、万物蒙尘，给人们带来无法言喻的恐慌。那时，日月失常的景象被视为不祥的预兆，仿佛宇宙的秩序瞬间崩解，甚至让统治者和百姓都陷入不安。然而，随着天文学的不断发展，人类发明了先进的观测设备，逐渐揭示了这些天象的奥秘。日月食不再是恐怖的征兆，而成为宇宙运行规律的表现，激发了人类对宇宙和太空更广阔的探索。然而，在佛教徒的眼中，日月食的意义远超天文学的范畴。它不仅展示了宇宙的无常，也揭示了心识的幻化能力，是修行中极为殊胜的时刻。这一瞬间，天地的力量与个人的修持密切交织，为我们提供了逆转业力、祈求西地的独特契机。日月食期间，任何善行和修法的功德都会以几何倍数增长，成为加速修行、增上福慧的关键时机。一天象与修法的神秘契合。从世俗的角度来看，太阳和月亮不过是遵循自然法则的天体，月亮绕地球旋转，地球围绕太阳运转。然而，在佛教中认为，整个宇宙、太阳系、银河系乃至一切星球的运转都是人类内在心灵世界的投影，一切为心造，而非简单的物理现象。临终窍诀中提到，当人进入中阴身状态时，神识已经脱离了气脉明点，因此即便在中阴界停留多年，这些神识也无法看到外界的日月。这就说明，日月的存在并不仅是物质现象，而是人体内在能量的投射。正如镜子中的影像并非真实的人，外在的日月也不过是我们内在气脉明点运行的倒影。在《十轮金刚》中也记载，日月与人体内的气脉明点有着密切的关联。在出现日食或月食的日子里，无论做任何善行，功德均会成千上万倍增长。为什么日月食是极为重要的修法时机呢？十轮金刚认为，外在的日、月是人体内在气脉明点的一种投影。我们每个人每天的呼吸次数是21600次，其中绝大多数是业气，智慧气的比例很少。但在这些特殊的日子里，多数业气就变成了智慧气，气脉明点运行处于特殊阶段，在这时候精进修行，其效果会非比寻常。十轮金刚中说，在出现日食或月食的日子里，无论是持诵经文、修习禅定或做任何善行，功德均会成千上万倍增长。修气脉明点达到一定境界的人，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呼吸来推测什么时候月盈或月亏。这种根据人的呼吸即依据内在因缘、业气和智慧气的次数与外在因缘、月球在轨道上的运行速度而推算出来的历书，有着非常强的逻辑。十轮金刚通过内在气脉明点的变化规律来推算出外在日月星辰的运行方式，而我们根据外在星象的变化，就可以反推出内在气脉明点的状况。因此，若能在出现日食、月食或每月的15、30等日子，即气脉明点运行的某些特殊阶段，精进修行的话，其效果一定会非同寻常。苏悉地经中也提到，于月食时成就最上之物，于日食时通上中下成就之物。这进一步证明了日月食是修行者积累资粮的宝贵契机，无论是念经持咒、忏悔业障，还是放生布施，善行在这些时刻将会得到几何倍数的增长。因此，无论您的修行的目标为何，是解脱、觉悟，还是积累福德，日月食都是最为直接、有效的成就时机。二、修法建议，如何在日环食中积资净长。佛教中常提到缘起性空的智慧，即所有事物都是因缘和合而生，宇宙天象的变化也是因缘的一部分。而最为殊胜的是，今年2024年的日环食恰逢藏历30日，也就是释迦牟尼佛加持日。这种缘起带来的力量，使得行善积德的效果比平日更加显著，所有善恶功德的增幅达到9亿倍之巨。
这也是为什么古代的修行者总是在日月食期间进行大规模的集体修法，希望能够借助这一自然力量快速净化内心，积累无量福报。慈城罗珠堪布在受戒行善的殊胜日中所述，有时在我们这个半球看不见月食，而在地球的另一面可能会看到，但看到与否并无大碍。只要在出现日食或月食的日子里，无论是念经、放生或做任何善行，都会有非常大的功德。这是一种特殊的积累资粮的方法。那么，修行者应如何把握这短暂却极为珍贵的时机呢？首先，修行者需要提前做好准备，规划好当天的修行内容。因为日环食从开始到结束可能会持续3到5个小时，尤其是本次日环食将从北京时间10月2日23点42分开始，到10月3日5点47分结束。修行者应在此之前调整好自己的身心状态，避免错过最佳的修行时段。即便是在深夜，也不要贪图睡眠，而是珍惜这段时间，完全投入到修行之中。如果没有固定的修法内容，修行者可以选择持诵金刚萨埵百字明进行忏悔。金刚萨埵是藏传佛教中净除业障的主要本尊，百字明咒则是专门用来清净恶业的殊胜咒语。通过反复持诵，修行者能够快速净化过去的恶业，并积累未来的福报。此外，持诵阿弥陀佛心咒也极为重要。阿弥陀佛代表了无限光明与智慧，持诵其心咒不仅能够增加福慧，还能祈求往生西方极乐净土。同时，在这一时段念诵普贤王如来祈愿文，也能带来极其殊胜的功德。普贤王如来祈愿文是一篇通向解脱之路的祈祷文，当修行者以清净心诵念此文时，能够唤醒内在的自性本觉，解除3界众生的苦难。尤其是在日月食、春秋分、冬夏至日等特殊天象期间，天地动荡，万物共振，念诵此愿文还可以帮助众生3世之内解脱痛苦。通过这些修行，个人的业力得以净化，福慧自然增长。3隆多仁波切的开始，修行的4大奇迹。隆多仁波切曾开始在日食、月食、冬至、夏至这4个特殊时期行持善法，功德将自然增长无量倍。然此4者的相应功德依次递减，其中以日食最为广大，不可称说。有趣的是，很多经典中还提到不同天象期间功德增长的倍数。一般来说，在月食期间修法，功德增长10万倍，而在日食期间修法，功德则能够增长100万倍。这种功德倍增的说法并不是一种夸大，而是基于宇宙与个体之间的神秘共振。天象的变化使得修行者的心识在某种程度上与宇宙同频，这时所行的每一个善法都带有更强的能量和觉悟。正因如此，古代的修行者往往会特别重视这些时刻，提前做好修法准备，确保不浪费任何一个能够积累福慧的机会。4. 总结不可错过的修行良机。日月食并不仅是天文现象，它们承载着深厚的佛教修行意义。每一次日月食都是修行者逆转业力、增上福慧的殊胜机缘。在日月食的特殊时刻，内在的气脉与外在的宇宙达成共鸣，修行者能够更容易地积累功德，转化智慧。通过十轮金刚、苏悉地经以及其他经典的指导，我们可以明确，这些特殊时刻的修行功德会1000倍、10000倍增长。因此，在今年的日环食期间，让我们抓住这次宇宙与修行交汇的契机，精进修持，积资净障，让自身的修行达到新的高度。感谢大家静心观看这段视频，希望你能从中获得平静和启发。请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更新了。请分享这个视频给你的朋友和家人，让更多人一起加入我们的修心之旅。你的支持是我继续前行的动力，愿你每一天都充满宁静与喜悦。我们下个视频再见。